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又来给粉丝交作业了。有粉丝想让我讲一讲梦是什么，那我之前已经做了2期关于梦的话题的片子了，但是因为粉丝过度热情，所以我这次准备单独做一期讲梦的科普。我相信做梦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你可能会做好梦、噩梦或者白日梦，但是人为什么会做梦呢？做梦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呢？这个阶段又是怎么产生的？想要搞清楚梦是什么，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睡眠。那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睡眠周期分为5个睡眠阶段。第一阶段，轻度睡眠，缓慢的眼球运动和肌肉活动减少，那这个阶段占总睡眠的4%到5%。而到了第二阶段，眼动开始停止，脑电波变慢，偶尔出现称为睡眠纺锤体的快速波，这个阶段占总睡眠的45%到55%。第三阶段，极慢的脑电波被称为三角波开始出现，并散布着较小较快的电波，这占总睡眠的4%到6%。到了第4阶段，大脑几乎只生产三角波，在第3和第4阶段期间很难唤醒某个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度睡眠了。这个时候的人几乎没有眼球运动和肌肉运动，在深度睡眠中醒来的人会不适应，醒来后几分钟往往会感到迷失方向，而这占总睡眠的12%到15%。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快速眼动，呼吸变得更加迅速、不规则，而眼睛在各个方向上都猛跳，肢体肌肉变得暂时瘫痪，心率增加，血压上升。当人们在睡眠中醒来时，他们通常会描述奇异而不合逻辑的故事，这就是梦了。这个阶段占总睡眠时间的20%到25%，而我们做的梦通常情况下都出现在睡眠的第3阶段后。意思是，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睡眠8个小时，按照他自然醒来算的话，那他基本上是在起床前3个小时才开始做梦的。当然不包括你半夜醒来后，或者你中午睡了个午觉。这里呢有几个关于梦的事实。每个人平均每晚会做3到6个梦，当然多的可以达到20多个，但是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做的梦。通常情况下，人做的每个梦都会持续5到20分钟，但是当你起床的时候，大约有95%的梦已经被遗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还记得昨晚做的梦，其实你只记起了5%，剩下的95%的梦中剧情你可能都猜不到了，但是你的确是做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梦通常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说你才会做噩梦。那什么是噩梦呢？噩梦是梦的一种，会让你感到焦虑和恐惧。噩梦和普通的梦都会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周期中，但是噩梦比普通的梦更容易被记住，有少部分人甚至还会产生被梦惊醒的症状，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记得自己具体做了什么噩梦。而噩梦在儿童中是最常见的，孩子最早在3到4岁就开始做噩梦了，有50%的成年人也会做噩梦。而有趣的是，大部分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做噩梦。那是什么引起的噩梦呢？科学家对噩梦和梦境知之甚少，但是关于导致噩梦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一种理论与大脑的解剖和生理有关，睡眠会刺激大脑中用于学习的区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大脑会随机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大脑皮层试图通过将这些信号转变为故事或梦境来理解这些随机的信号。而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梦来自于一个人的潜意识，它们代表着人的秘密恐惧和欲望。只有在睡眠中，当清醒的头脑保持沉默时，这些被压抑的情绪才会浮出水面，并表现为好梦或者噩梦。当然，噩梦也有可能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症状，比如身体创伤的例子包括手术、交通事故或者身体虐待时，而情感创伤可能会包括失去亲人、殴打、忽视或情感虐待。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好梦，但是适当的改善自己的睡眠习惯和生活方式可以摆脱噩梦。例如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取量，尤其是在睡前，增加你的日常锻炼，并进行更多的有氧运动，例如游泳、慢跑、网球、踏步等。尝试睡前放松技巧，例如瑜伽、芳香疗法或冥想。睡觉前尽量不要吃任何东西，因为进食会增加大脑活动并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这很有可能会引起噩梦。保持定期的睡眠时间表，每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每天早上大约在同一时间醒来。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视频的朋友，记得3连支持一下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